百变小厨房，不负好时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现在又到了吃玉米的季节，玉米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受到很多人的喜欢，并且玉米的吃法有很多，尤其是煮玉米既简单又好吃。但是很多人在煮玉米的时候都是直接加清水煮，其实这种做法就错了。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撒上一把它，就能让做出来的玉米香甜可口，比外面买的玉米还好吃。很多朋友在煮玉米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玉米壳完全扒掉，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。当然玉米壳是要扒去一部分，但是不能完全扒掉。我们把外面老的不好的叶子扒掉后，里面一定要留1到2片的嫩叶子。这2片嫩叶子呢，就要将整个玉米完全包裹住，因为我们的玉米叶子它也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清香味，可以让煮出来的玉米更加的香甜好吃，闻起来也更清香。而把皮包完的玉米呢，就做不出这种效果啦。剥下来的玉米壳外面不好的扔掉，像这种比较嫩的比较薄的玉米壳要留下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包裹住一些东西蒸出来，就像粽子一样。像我们的粽子一般都是用粽叶来包的，而我们的玉米壳呢，也可以像粽叶一样来包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物，然后将它蒸熟，非常的好吃。蒸出来的食物呢，还带着淡淡的玉米香气。像平时比较嫩一点的这种玉米壳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保留起来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，想要用的时候取出来清洗干净就可以用了。为了让煮起来更加的方便，我们将玉米须上面老掉的部分还有下面的根部给它切去。切下来的根部呢直接扔掉，而玉米须呢千万不要扔了，它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，平时我们可以用来泡水喝。中医称玉米须为脓须，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泡水喝。当然我们在煮的时候，很多朋友也喜欢把玉米上面扒得光光的，那样也是错的，一定要将玉米须保留下来，和玉米一起煮，这样煮出来的玉米它的营养更好，并且呢更加好吃，更甜更香糯，水分也更足更嫩。接下来准备半盆清水，接着加入1勺食盐，用手搅拌至完全溶解，然后将玉米连皮一起放进来，将玉米完全沉入到水里面，把玉米浸泡10到15分钟。这一步呢，主要是清除玉米壳里面的一些脏东西，或者是玉米里面的一些虫子什么的。浸泡好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到流动清水下面反复的冲洗一下，像这样呢，我们的玉米就已经完全的被清洗干净了。洗干净的玉米依次摆放入锅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煮玉米了。煮玉米之前，我们要往里面加入1勺盐。老话说得好，想要甜，加点盐。接着再往里面加入1到2克的食用碱，家里没有食用碱的也可以用小苏打，而它们的用量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加碱，可以使玉米中的结合型烟酸释放出来，变成游离型烟酸，这样呢可以使玉米中所含的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。接着加入足量的清水，水的量呢要把玉米整个淹没起来，然后用勺子轻轻的这样拌动一下，让里面的食盐还有食用纯碱充分的融化。刚才说到煮玉米的时候加盐，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出玉米的甜味，并且还可以锁住玉米的水分，让煮熟的玉米吃起来更加的水嫩，并不会因为我们煮制的玉米时间太长而导致煮出来的玉米干巴巴的，一点都不会好吃。当然我们在放食盐和食用碱的时候呢，量都不能太多，一般就是1到2克。太过量的放入食用碱的话，就会导致玉米变色，
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在煮玉米的时候都直接是开水下锅，其实正确煮玉米的方式是凉水下锅慢慢的煮，只有冷水下锅慢慢煮出来的玉米，这样的玉米煮出来之后才会软糯香甜。如果等到水烧开后再放玉米煮的话，那么冰冷的玉米一下子预热会导致淀粉瞬间凝结，这样煮出来的玉米可能口感会比较硬，甚至还会出现外熟里生的这种情况。盖上锅盖后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煮沸，然后再煮15分钟。煮玉米的时间不宜过长，煮得太长的话，容易让煮出来的玉米口感发硬，并且呢导致营养流失。其实玉米除了可以煮着吃好吃之外呢，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做法，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喝玉米汁，但是很多朋友做出来的玉米汁呢寡淡无味，汁水非常的轻，喝起来口感比较稀薄，那是因为方法用错了。我们在煮玉米的这个时间段里面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做玉米汁的做法。我们先将玉米粒剥出来，剥好的玉米粒放入到大碗里面，用清水淘洗2次，淘洗干净。很多朋友都喜欢喝薏米汁，薏米汁呢不仅营养丰富，我们在外面买的玉米汁啊，它都是非常香浓好喝的。但是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做呢，就做不出那种感觉，那是因为您的方法用错了。淘洗干净的薏米控水捞入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大米或者是糯米都可以，加水将大米淘洗一下。相信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做玉米汁的时候，都是直接将玉米放入到我们的豆浆机里面，直接搅打榨汁出来喝。其实这种做法呢，就是不对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自己榨的玉米汁和外面买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少了一把大米。我们在做玉米汁的时候，添加一把大米可以起到化脓点睛的作用，它可以使我们制作出来的薏米汁口感更加香浓醇厚。其实我们打豆浆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，也可以加上大米，这样呢打出来的豆浆也会更加好喝哦。淘洗干净的玉米粒和大米都放入到我们的料理机里面，然后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，再加入一小把冰糖进来。接着选择浓豆浆模式就可以了。如果您家的料理机上面没有浓豆浆模式的话，那么您就选择米浆或者是豆浆模式就行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锅里面的玉米也煮熟了，揭开锅盖看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！一揭开锅盖的一瞬间，就闻到了特别浓郁的玉米的清香味儿。玉米煮熟后呢，立刻关火，把玉米捞出来控水。相信喜欢吃玉米的朋友都会发现，明明我们刚煮好的玉米吃起来非常的香甜，但是在水里面浸泡过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玉米的甜味儿慢慢的变淡，甚至消失。其实不仅如此，我们让玉米一直在水汤中浸泡的话，还会容易导致玉米的营养流失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以这种方式煮出来的玉米呢，看起来颗粒饱满，每一颗都水润润的，光看上去就晶莹剔透，特别好吃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好想咬上几口啦。这样煮出来的玉米非常的水润可口，而且呢，玉米非常的香甜，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，并且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，全是玉米的自然香甜味儿，比外面买的玉米还要好吃。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再看一下每一颗玉米粒，都是颗粒饱满，水水润润的，看上去既可爱又诱人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玉米汁也好啦，现在将它倒出来。我们以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鲜榨玉米汁，香甜可口，味道浓郁醇厚，比外面卖的玉米汁还要好喝不少，并且营养十分的棒哦。如果小孩子不喜欢吃煮玉米或者是煎炒炖炸的玉米之外呢，我们就可以给他打上一杯这样的玉米汁，既好喝又营养。如果你也喜欢喝玉米汁，却不知道怎么来打，那么就赶快试一下这种做法吧。
当然，你喜欢吃煮出来的煮玉米，却苦于不知道怎么来煮出来才更好吃，那么就赶快试一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煮玉米的做法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